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LPL 职业联赛春季赛正在持续进行之中，在最近的焦点大战中 ，JDG 是成功以2-0的比分横扫了 NiP， 拿下2连胜。Ruler 选手发挥依然出色，而在比赛过程中，官方也是公布了一项选手数据，成功引起观众们的注意。Ruler 选手去年加盟 JDG 之后，展现出了非常可怕的竞技状态，几乎是把 C 的一个稳定发挥，各方面都挑不出什么毛病。JDG 战队坐拥最豪华配置，也是顺利拿下了春夏双冠军，加上一个 MSI 冠军，在最重要的世界赛上遭遇滑铁卢，未能击败 T1。但如果说联赛数据表现的话， Ruler 肯定是去年表现最好的韩援，刚来 LPL 就打出了顶级的个人表现。而 LPL 官方公布的数据就是所有选手第一年来 LPL 的胜率排名。本以为 Ruler 第一年的 LPL 胜率数据有可能排名第一，结果 Ruler 选手的胜率数据仅仅排在第3位，而前2位的选手均来自于 EDG 战队，而且2个选手都是中单，排名第一的是 Stout， 第二是 Pong， 其中 Stout 的胜率高达 85%。然而这2位韩援现在都不在 EDG 效力了， Pong 选手选择了退役， Stout 是离开 EDG 加盟了 LNG， 共同点是2人最后离开 EDG 的时候都闹得不是很愉快。 Stout 之所以胜率那么高，主要是在 EDG 效力的那个夏季赛 EDG 是全胜夺冠了。刚开始在 EDG 效力的 Stout 其实表现没有那么突出，更多是 EDG 整个团队的实力较强，随着时间的推移， Stout 逐渐成长为顶级中单，才成为了队伍的绝对核心。值得一提的是， Stout 的登场最初是建立在 Pong 替补的基础上，当时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Pong 在 EDG 曾立下汗马功劳，但后期不被管理层重视，而 Stout 最终的结局也是和 EDG 闹得不欢而散。相比之下，其实 Pong 在第一年所展现出来的技术扶贫能力反而是要强于 Stout 的。不过作为曾经荣誉满载的 EDG， 本赛季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作为中国电竞圈的元老级队伍， EDG 曾经在全球赛事中为中国争光，但这个赛季他们似乎陷入了泥潭，队伍的战术安排、团队协作以及个人表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尽管在之前的赛季中 EDG 也有过起伏不定的表现，但如此大面积的失利实属罕见。相比之下， RA 虽然在名气上不及 EDG， 但外界对 RA 的评价依然是有机会进季后赛的队伍，毕竟他们在前几个赛季的比赛中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和潜力。然而赛季过半， RA 竟然也未能取得一场胜利，这让粉丝们倍感惋惜。然后 Ruler 方面，因为时代不同， Ruler 其实第一年展现出来的实力和 Pong 基本是同水准的，都是属于那种第一年来 LPL 马上就能让战队立竿见影，看到变化直接成为顶级强队的那种选手。这可以说是很多 LPL 队伍最喜欢的韩援类型。一般来说，引入韩援选手都会出现一定的水土不服的情况，要学习中文，还要适应新的团队节奏，能做到 Ruler、Pong、Viper 这样的少之又少。个人认为，目前中韩赛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新老交替的时期，优秀的新人选手数量在变少， LPL 这边也在不断的培养新人，包括去 LCK 赛区找一些青训的年轻选手引入过来进行培养，但实际效果可能是比较差的，因为 LCK 那边也很少再有非常出色的新人诞生，类似 Stout 这样的好苗子估计后面是很难见到了。可以说 EDG 战队引入 Stout 在自己战队打了这么多年，就没花太多钱， Stout 的年薪水平实际上没有想象中那么高，能拿到顶薪的年份数量是偏少的。相比之下， Ruler 在 LPL 能拿到的顶薪肯定是偏高的，即使放在 LPL 韩援历史也是最顶级水平。只能说现在不管是 LPL 还是 LCK 都需要给新人更多的成长时间和空间，但遗憾的是电子竞技的热度在持续下滑，可能未来的新鲜血液数量会越来越少。希望拳头或者联赛官方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赛制改革来弥补现在的热度缺失，让电子竞技能够持续发展下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觉得 LPL 最猛的韩援是谁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